如果不是最近片荒，我差点忘了电影曾经有多好看。那种兴奋、忘我、心跳加速，借用希区柯克的头号粉丝、巴黎最剑客的评论家特吕弗对电影引人入胜的有趣描述。随着希区柯克的悬疑片逐渐展开，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银幕上，以至于是阿拉伯观众忘记了播发声，意大利的观众停止了吸烟，法国观众忽略了邻座的女孩，瑞典观众中断他们在影院里做爱。影像幻觉的魔力在任何时期、任何一个国度都适用。电影发明之初的法国观众迷失于逼真错觉所带来的真实感，被直冲而来的列车画面吓得惊慌失措。而在66年后的10000公里外，我们也体会过同样的神奇。我的父亲曾说起第一次看3D 电影的窘态，注意看仔细了，那是国内第一部真人彩色立体故事片。当魔术师的鱼钩抛向银幕，所有人都忍不住闪躲，又惊又喜。这许许多多无法再复制的瞬间，造就了属于我们父辈那代人的电影情节，而这份情节也连接了不同的时代记忆。台湾电影教母焦雄平曾讲起80年代的杨德昌、侯孝贤等一批导演第一次看到大陆电影的场景，哭得一塌糊涂。我想那可能是一种长久念想的满足与对那个地方想象的重合，也可能仅仅是出于同根同源的基因里的乡愁。影像的力量是如此强大、迷人又充满人情味儿，所以在2022年之前，电影一直是我的信仰。我把它当作最健康的解忧剂，那种不带罪恶感的称之为令人愉快的东西。一部好电影能让我瞬间走出百无聊赖，坐进影院的一刻，所有的不安与绝望都会凭空消失。然而现在真正的寒冬降临，作为同行的尊重来讲，我能接受任何的一个审查的结果，但是我确实不能接受一个我送给你2年多你连一句话都没跟我说的结果。这个事实让我再一次对电影失望。生产电影的土壤开始变质腐坏，周围的一切也跟着发生了异变。从田壮壮这段无力又无奈的话，到影评人罗网吉的主动离开，再到遭遇不公、随时面临险境的内容输出者们，还有近期贾樟柯如此低姿态、令人心碎的谈话。然后每天听到的就是票房高了、票房低了，送审通过了没通过了，立项下来了没有。我真的很想谈艺术。这些事件彼此独立又千丝万缕地交缠到一起，大众一边赞叹电影圈内屈指可数的风骨，一边唏嘘影院里很难被称之为电影的东西。我们不禁想问，我们的电影怎么了？我们的电影人怎么了？我们的影评人怎么了？我们怎么了？然而这些问题都太难回答，所以我想换个角度，从一个概念烂片聊起。烂片概念不是中国电影的独创，如果放到世界电影史中来谈烂片的鼻祖，艾德伍德的《外太空9》当之无愧。从1957年第一次上映到后来卖给电视媒体，几十年里他一直被公众忽视，默默无闻，直到1980年因被2位影评人评为最差电影而知名度大增，而后又在 Tim Burton 执导的传记电影《艾德伍德》上映后达到了巅峰地位。9号代表了一批被小众群体喜爱和推崇的烂到好看电影，他们被贴上了 cult 片的标签，打破电影制作的规则，烂得明目张胆。这包括极端的拍摄方式、糟糕的故事、荒唐的表演和俗气的对话。然而这些电影并非故意为之，相反，他们十分认真，又严肃又有趣的冲击和对好品味电影的公然蔑视，吸引了一群拒绝接受常规判决的电影信徒。他们把主流文化唾弃的超级烂片捧为圣经般狂欢，体现出了 cult 片的精神，一种另类的个人化的文化表现。我并不是这类电影的忠实粉丝，但在观看时也体会到了一种奇妙的矛盾的感受，那种雄心勃勃的平庸和臭名昭著的精彩，还有创作者毫无才能的糟糕表现下隐藏着对电影浓浓的热爱。I did not hit her. I did not hit It's her. not true. It's not true. It's bullshit. I did not hit her. I did not. Oh, hi, Mark. Oh, hi, Mark. 又烂又好看的电影屈指可数，多数烂片非常平庸，同时也更难被定义。
尤其在国内，烂片已经成为了一个不断下探的概念。10多年前，我们口中的烂片，往往是那些汇集国内最优资源、看着就很贵的大片，比如国师每隔2年重复一次的视觉奇观的美学追求。陈凯歌花了3亿5千万做的华丽转型，至今都少有人看懂的中国第一部奇幻电影。结束了。宏大场面重于叙事，被黑泽明的粉丝所唾弃，普通观众也不买账的政治惊悚巨作。那事办了。没过几年，这些导演们转换思维，突破自我，刷新了烂片的标准。而随着短视频的兴起，烂片更新换代成赢得最多吐槽声，同时获得巨大流量的影片。前几年豆瓣上整理出一个烂片榜单，700多部均分3分左右的电影。如果一个吐槽博主1周做2部，便可以开开心心地完成7年的 CPI。 而当我以为这已经到达烂片的底线时，经历了这2个月的审美洗礼，再看看今年即将上映的片单，我才发觉我们的烂片下限远远未到。然而我并不十分憎恶这些电影，这些教材中经典的负面案例是一种学习体验，我们一步步学会识别，从一个又一个烂片中跌倒爬起，在烂片的尸体中慢慢找到自己的品味和喜好，并爱上了这门艺术。客观上不容抵赖的烂片，就像是不具备任何实际欺骗性的低级骗子，虽然令人讨厌，对我们却没有实质性的伤害。真正受伤害的是受众对烂片无限消遣的态度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人们一边深恶痛绝，愤而投身批判战争，一边让烂片脱颖而出，抢占流量，触发病毒式的传播。烂成了推销的卖点，对烂片的2次剥削、2次嘲讽，都像是在变相的鼓励和包容。烂片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赞誉，滚动资本升值的财富密码，并一举上升为内娱大众狂欢的代名词。在大家的帮助下，电影成了所有艺术中最容易生产能赚钱垃圾的门类。我们这些电影观众成了所有艺术欣赏者中最能吃得下垃圾的群体。中国电影现在这么的让观众觉得吐槽和垃圾遍地，一定是和大批的垃圾观众有关系。类似的观点，姜文也用包饺子喂猪形容过。到底是民智未开所以才生产垃圾，还是因为垃圾遍地所以才培养了垃圾观众，可能都不准确。在电影这个庞大的系统里，包含了太多角色。烂片或垃圾的概念绝不仅仅是里边某个人或某个群体造成，而是所有人向着同一个目标努力了许多年共同打造出来的。当所有人都陷在垃圾堆里，谁能保证自己的身上干净？Name the 5 presidents whose last names begin with the letter H. H. 遗愿清单是好莱坞一度十分流行的冤家喜剧，身份性格完全不同的2个人被迫共处一室，之后又一起逃离，玩了一场心灵救赎的环球之旅。这部电影具备的讨好观众的要素有喜剧、疾病、不能完成的任务和2位演技在线的资深演员。电影的目标只有一个，让你笑着哭。这部电影非常成功，全球的口碑票房双丰收，在国内评分8.7，入围了豆瓣 Top 250。然而这些成就让一个1星烂片的评价显得尤为刺眼。作者认为2位主角就像是非人的老顽童，患上了不像癌症的癌症。他建议医院不要将遗愿清单的 DVD 提供给患者，可能会爆发像电视屏幕扔便盆的事件。我们很容易猜想如此言论会遭遇怎样的攻击。你的评价太主观，不够客观。电影不够好，但说烂片不至于。你不喜欢不等于它就是烂片，你有什么资格说它是烂片？如果你曾经有过把并非烂的一无是处的电影称呼为烂片的经历，就一定逃不过这样的指责。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有几分道理，但仔细琢磨一下，背后的逻辑何其吊诡。无论是影评人还是普通观众，当你评价一部电影时，都有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你看了这部电影。所以如果我都不能称呼我看过的且不喜欢的电影为烂片，那什么才是烂片？ I had a little quotation from a book called The Immediate Experience by Robert Warshaw. And he said about film criticism, a man goes to the movies and the critic must be honest enough to admit that he is that man. The point being,
You went to the movies. The group didn't go to the movies. Right. A demographic segment didn't go to the movies. Kids didn't go to the movies. Adults didn't go to the movies. You went to the movies. What happened to you? And if it happened, you have to admit it. Now, a lot of critics are almost shy about confessing that they've had any kind of emotional reaction. Right. I mean, if you laughed, say you laughed. If you cried, say you cried. If you were bored, say how bored you were. 这段话出自美国第一号影评人 Roger Ebert， 唯一一位因写影评而获得普利策奖的专栏作家。他一直坚定地推崇影评的主观性，烂片在他的定义中从来不是只有客观上的烂。2000年时，他出版了一本收录了200多部烂片的影评集，书名就是 I hated this movie。 然而 Roger Ebert 并不是影评人中最尖刻的，让导演们害怕的一位，尤其在毒舌评论的祖师奶面前。Pauline Kael. Yeah. She's never said a good thing about me yet. But you like her. Dirty old broad. But she's probably the most qualified critic in the world. 爱骂人的 Pauline Kael 是我最爱的影评人之一。他最臭名昭著的评论是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公民凯恩》称为一种流行风格的娱乐作品，一部肤浅的杰作。他从费里尼的仰慕者队伍中叛逃。费里尼的爱情神话被他称为尘世垃圾，然而因大胆的激情戏而饱受抨击的巴黎最后的探戈被他强烈赞誉且为其平反，欣喜若狂地称赞贝托鲁奇将原始的冲动和单刀直入的情色元素带入电影，这应该成为电影史上的里程碑。 Pauline Kael 的观点总是与同时代的人背道而驰，愚蠢的客观性是他最鄙视的东西。他钟爱描述电影带给他的感官刺激，文字宁可儿童不宜，也不假扮高贵。几本书名绝对引人遐想，比现在的标题党先行了半个世纪。这个古怪又刻薄的女人，曾无数次把导演和观众惹毛，却同时收获了许多欣赏却从不赞同她观点的粉丝。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道理。艺术不存在公正评判，电影批评不是一味的追求客观权威，也不是从不出错的谨慎。影评的魅力除了对电影的判断力，更需要热情、智慧和态度，这些都是由每一个人的学识、经历、性格等反映出来的价值。正如 Pauline Kael 所说的，电影批评之所以令人兴奋，就是因为没有适用的公式，而是利用你所拥有的和你知道的一切。These are my words, but this is not my voice. 这是 Roger Ebert 2014年在 TED 的演讲视频。没错，和前边电视节目中侃侃而谈的是同一个人。抗癌治疗后，他失去了讲话、咀嚼和喝水的能力，只能依靠电脑发音与人交流。前文中关于遗传清单的犀利文字，就是他已经不能说话时写的影评。他以自己患癌和抗癌的经验出发，表达了他个人对这部电影调侃癌症的不满。对电影，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有自己更擅长在意的角度。有人只关心电影是否讲好了一个故事，也有人关心是否有益于电影未来的发展，或者关注点在电影间接表现的其他方面。我想表达的是，我们真的很难对一部电影有一以贯之的评论。当电影与我们生命中的某种状态契合时，我们会保持某种态度，但随着成长，我们会经历许多，会失恋、失忆、生病，会失败或是成功，这些都可能引起我们的反思与觉悟，产生后见之明，质疑当初所谓的经典制作目的是否纯粹，也会反过头来把大众意识中的烂片重新阅读。5, 6, 7, 8, 9, 10。在假装一本正经的研究烂片的路上，我发现几乎没有一部电影能逃得过烂片的指责。黑暗中的舞者是拉斯冯最健康、打动了无数人的影片，却被时代杂志评为2000年度最烂的电影。据说姜文称它为就是一个白毛女的故事，套成歌舞片拍。对于荣获多项电影节大奖的《美丽人生》，影评人称多愁善感也是一种法西斯主义，剥夺了我们的判断力和道德敏锐度，需要加以抵制。音乐之声是人们似乎想吃的糖衣谎言。当我们听到自己哼着病态伪善的歌曲时，我们已经变成了情感和审美的低能者。这些可能是我们意识中最不可能认为是烂片的电影，它们如此感人，用美好和眼泪包裹着苦难。所以烂片到底是什么？
一部完全带不来任何思考的粗制滥造的电影和一部强行上价值意图灌输意识的影片，哪一部更讨厌？这里我想引用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师许浩峰的观点：烂片不是拍摄粗糙，是价值观恶心。烂片为全世界平民找到自尊，所以赚钱；虚假自尊没有艺术性，所以烂。你可能赞同或反对，但在烂片面前，我们无需拘泥于任何规则，大可保持心中对烂片的偏见。因为烂本就是一个释放情绪的说法，如同失恋后我们称呼对方是烂人，包含着由爱生恨、沉没成本与机会成本的双重损失。按照这个标准，在2016年到2022年的中国电影票房榜单上，前20名中，我认为有将近一半都是烂片。这些烂片不仅是几年前我们还在谈中国电影何时能盼来分级制度时痛批的那些质量下乘却获得较高票房的烂片，更是根都烂掉的真正具有伤害性的随时可能杀人诛心的电影。我有时会感叹，我们真的是世界上最善良、最明事理、最识大体的观众。但凡遇到电影与疾病亲情有关，与苦难奉献有关，但凡赞扬真善美，歌颂家国情怀，我们就会突然变得多愁善感、无限宽容，自动开启一种内心自我审核的道德机制。而一旦有人批评诸如此类的电影，便破坏了这种氛围，妨碍了自我感动，立刻抵触，失去理性。尤其当一群人集合在一起，智商严重降低，追求和相信的不是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关心正义公平会被讥讽为假清高，批评价值体系会被归类为投机者。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中写道，有2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在我们这里都中了。希区柯克过世的时候，葛达尔在为他写的讣文中提到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伯格曼·安东尼奥尼相继过世，又被人提及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而当今年葛达尔去世时，也能看到关于时代终结的哀叹。我想电影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伟大人物去世而终结，但电影却会因为某种精神力量的消失而终结。这精神恰巧在这些一一离开的人的身上。葛达尔曾感叹，也许有一段时间电影可以改善社会，但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于是他选择在时代变得更坏更烂之前离开，就像他的电影一样，面对世界不做出任何妥协。也许最能代表葛达尔精神的一句话，是他2018年为捷克纪录片影展拍摄的1分钟短片的最后一句。Cela ne change rien à nos espérances.